Python 的可执行环境呢，基本上可以分成3种使用者类型哦。第一种呢是这个入门的学习者啊，第二种呢是进阶开发者啊，第三种就是云端使用者。好，那入门学习者他其实不一定是入门学习者，他有可能是要使用 Python 作为一些执行运用的使用者。好，那所以这个 Python 执行环境呢，到哪里可以去做取得？在早期呢，通常我们可能会从这个 Python 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下载，下载完之后再去做安装，安装完之后呢，我们系统就有一个可执行环境可以下去做操作。那对于现在来讲啊，这个 Python 是作业系统这个非常重要的执行工具哦，所以在这个新版的 Linux 里面呢，这 Linux 装完之后就已经备有这个 Python 的可执行环境。那对于 Windows 来讲，它也直接把这个 Python 的可执行环境上架到微软市集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很容易的从这个市集里面直接去取得到我们这个 Python 的可执行环境哦。那这个进阶的开发者状况就有点不太一样哦。这个进阶开发者呢，我们会有一个叫做简化软体套件的这个管理及部署的工具哦。我们在简报上面所使用的这个叫做 Anaconda。好，那 Anaconda 呢，它提供什么样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在开发一些这个 Python 的专案的时候呢，根据不同的专案运用，它所使用的这个第三方套件可能会有所不同。而这第三方套件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 Python 用最新的版本，然后套件使用最新的版本就可以应付大部分的问题啊。因为这些套件它有可能会受限于一些环境的运用，所以呢，它就变成说它会要求这个 Python 只能用到哪一个特定的版本，所以变成说在做 A 专案的时候，你只能使用这个特定的这个 Python 以及第三方套件的版本，然后做 B 专案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另外一个这个 Python 版本。哇，这样子呢，这些套件的这个安装及这个移除的过程中，基本上它会变得非常的繁琐，因为我们这个在一天的这个开发的日程里面不会说就专门只做这个专案，我们可能在不同的专案的时候必须要切换来切换去，这个切换的过程中，它要使用不同版本，就会造成我们在开发上的困扰。好，所以呢，在这里面通常就会搭建一个这个有关 Python 的虚拟环境的运用。好，那这个运用呢，怎么样去做快速的建立以及去做这个套件的观念？通常我们就会使用我们现在这个简报上面看到这个 Anaconda。好，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云端使用者这云端使用者我们在简报上面介绍就使用这个 Google 的 Colab。好，那 Colab 是什么 ？Colab 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透过 Google 的这个云端资源，让你很快的去搭建一个 Python 的可执行环境。那目前会在上面所使用，通常就是这个科学研究人员或是一些这个入门的学习者。好，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去搭建这个 Python 的可执行环境呢，另外一种的云端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就直接到 Colab 上面直接去做使用。好，那我们这个 Python 如果要去做执行的话这个 Python 直接下去做执行的话，通常都会在终端机里面去做进行。好，那什么是终端机？终端机呢，基本上是一种让使用者可以去输入以及去显示电脑计算结果的一种设备。好，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黑妈妈，让你可以直接去打入一些指令的画面。好，那在 Windows 的作业系统里面的终端机呢，这个早期的名称就叫做命令提示资源。对于现在新的有新的版本，它名称就叫 PowerShell。好，那我们现在目前 Windows 的作业系统从这个 Windows 已经推到 Windows 11嘛，那 Windows 11比较新的版本，在终端机的预设运用上面，它采用的是 PowerShell。它采用的是 PowerShell。那不过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其实比较习惯的还是会去使用这个命令提示资源。命令提示资源的操作方式跟 PowerShell 这个有小部分有点不太一样。对于开发者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目前都还是会去使用命令提示资源因为 PowerShell 它的指令要去做一些简单的变换，我们这边呢就先不去提。好，那这个终端机呢怎么样去做开启那我们这边呢提供几种开启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从开始工具列去找到命令提示资源，然后直接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并且直接去做这个执行好，那它执行方式呢，来我们在电脑画面上面看一下直接在开始工具列的左下角点下开始按钮，在这个搜寻列上面直接输入命令2个字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找到命令提示资源，直接把它点开。好，它就直接帮我把这个黑妈妈的这个终端画面在这个地方输入画面的地方直接帮我打开。好，那在这个地方有这个终端机之后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进行我们一般的这个指令的操作好，那打开之后怎么去把它关掉这个各位同学应该都很聪明因为我们这个图形化视窗用习惯了如果说不需要使用这个命令提示资源通常就把这个叉叉给关掉这叉叉关掉关掉就好了。好，我们再做一次把这个微软键按下去开始工具列按下去之后呢，在这里输入命令2个字。
啊，输入命令栏是，我们就可以找到命令提示资源把它打开。啊，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关掉啊，关掉是直接从这个叉叉把它关掉啊。那如果说你用的是Linux式，而且呢它本身不是图形化视窗，当你进到这终端机画面开始工作啊，工作完之后呢，要离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是没有叉叉可以去做使用的哦，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关闭的地方。好，正常要把命令提示资源关掉的话，我们通常有一个指令啊，有一个指令好，这个就应该是我们课程里面讲的第一个指令，就叫 ESIT， 好，离开的指令。好，当你输入 ESIT 按下 Enter 执行之后呢，它就知道你要把它给结束掉哦，它就会离开哦，它就会离开。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简报上看一下哦。第二种方式呢，是直接从这个开始工具列的滑鼠右键就可以很容易找到我们的终端机哈。在我们滑鼠右键里面可以找到有2种终端机哈，第一种呢是这个普通的终端机，另外一种是带有系统管理员终端机。我们刚才讲说终端机有2种哈，一种是这个命令提示资源，另外一种是 PowerShell 哦。所以这里的终端机到底是哪一种哦？这个现在不好回答。好，对于比较新的 Windows 来讲呢，它已经把终端机的预设卡为 PowerShell。好，那当然这个设定是可以改的哦，这设定是可以改的，这个就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使用者习惯啊下去做调整。好，那这个方法我们也实际上操作一下哦。来，我们回到电脑画面上看一下。如果要用第二种方式开启终端机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开始工具列的这个开始按钮上面按下滑鼠右键，在这里呢，你就可以找到有2种终端机。第一种呢就叫做终端机，第二种呢是带有系统管理员的终端机。好，当你点下终端机之后，它也是这样，它会帮你把 Terminal 的就终端机的执行画面帮你打开。好，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本身叫做 Windows PowerShell。哦，它是 PowerShell 哈，它这个时候它就不是我们的命令提示资源哈。那如果说你在这种方式下要开启命令提示资源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新分页里面，如果你去点一个新的分页的话，它还是会去采用你当时的预设哈。新的 Windows 11它预设就是 PowerShell， 哦，它的 PowerShell 好，这个设定是可以改的啦。那如果说你要直接再去开一个新的分页，要去使用命令提示资源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后面有一个叫做开启新索引标签，好，这个下拉把它点开，在这里它就有这个 PowerShell 可以去做选择，那你也可以去选择命令提示资源。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打开命令提示资源的话，你看到的页清就是命令提示资源。好，来这3个我们把它个别关掉哈，也是一样，直接输入指令 ESIT。当你输入 ESIT 的话，它就帮你把命令提示资源的分页给关掉。好，那它关掉之后，它当然就会退回来到 PowerShell 的这个页面。这里我们也是输入 ESIT。好，当你输入 ESIT， 按下 Enter 执行之后，这个分页会关掉哈。最后这个我们也是一样，输入 ESIT， 它就会把它整个，因为它是最后一个分页啦，就全部把它关干净了哈。好，这是第2种方式，透过滑鼠右键透过滑鼠右键，直接在开始工具列里面直接去启用我们的终端机。好，那第3种方式，第3种方式呢，基本上这是蛮多开发者会采用的方式，就是说它直接从执行视窗直接从执行视，怎么样去启动我们的执行视窗？就是按下键盘快速键Windows 键加上 R，Windows 加 R， 它就会启动我们的执行视窗。并且在执行视窗里面输入这个 CMD 哈，这个执行视窗基本上它就是终端机的视窗版本就是视窗版本。好，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输入指令CMD， 它就会帮我们把命令提示资源给打开。好，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这个电脑画面上面操作一次当你按下微软键加 R， 按下微软键加 R， 它就会开启执行视窗。在这个执行视窗里面输入 CMD， 好，输入 CMD， 按下确定执行之后，它就会帮我把终端机给打开，好，帮我把终端机打开，而且这个终端机是命令提示资源的终端机。好，如果说我现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分页加一个分页，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它预设就是 PowerShell。好，如果你是进到 PowerShell 里面输入指令，指令是什么？跟我们执行一样，执行是怎么做？微软键加 R， 输入指令 CMD， 按下确定之后呢，它就会开启我们的命令提示资源，开启我们命令提示资源。那如果说你预设开启的是PowerShell 的话，那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我们指令 CMD， 输入我们指令 CMD， 它就会怎么样？按下执行之后，它就会帮我们切换到什么地方？就会切换到我们的命令提示资源。好，不过这边要注意一下，它本身启动还是 PowerShell， 我们是借由 PowerShell， 这里是 PowerShell， 然后输入 CMD 的指令，然后切换到我们的这个终端机。应该说它们都是终端机，就是切到命令提示资源。好，如果我在命令提示资源打上 ESIT 之后呢，它只是把这一个命令提示资源结束掉，然后回到什么地方去？回到 PowerShell。你看，它已经回到我们这个 PowerShell 了，回到这个地方。除非你在这个地方再打一个 ESIT， 它才会结束掉它才会结束掉。好，那我都直接输入 ESIT 一项一项把它结束掉。好，然后再执行一次。如果我们要靠执行视窗，什么是执行视窗？微软键加 R， 进到执行视窗，
在这个地方输入 cmd 好，在这个地方输入 cmd， 按下确定，按下 Enter， 它会做什么事情？它会透过执行视窗帮我把命令提示资源直接把它打开，好，我们就会直接看到我们的这个终端机。好，如果你要把它离开的话，就输入 ESID。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介绍3种开启终端机的方式。好，那不管你是用这个命令提示资源也好，也或者是用 PowerShell 也好，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去启动Python，它都可以去启动Python。好，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继续。